嗨，大家，今天是周一，今天呢，我要准备出个远门，我要去台湾的东边，去宜兰花莲、台东，要去讲课，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去东部巡回讲他们的研讨会。我其实平常自己一个人的话，很少机会可以去到东部，因为去东部的时间真的比较久，而且如果你没有骑机车啊，应该会比较不方便。而且平日朋友们大部分也都比较没有办法请假，所以我觉得我就会比较难去到东部。这次呢，就借由要去东部巡回讲一日研讨会，所以就来顺便记录一下。当然，这个就只是一个工作的一个记录，应该不太有时间可以去玩，因为我待会就要去车站，然后跟公司以及其他的讲师集合。集合完之后，我们坐火车到宜兰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东部的研讨会是在晚上的6点到8点半左右。那宜兰、花莲、台东他们都是晚上开始。就大家作息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配合各个地方的一个作息，然后去调整一下我们的研讨会时间。那这一次听说，就是公司安排的住宿都是在那个地方算是真的很高级、很高级的住宿。我相信我一个人应该也是没有办法去住到这么高等级的饭店，所以今天就来开箱一下。对，那这个不会是一个玩乐的一个旅游，不过呢，我觉得下次应该也比较少机会可以再继续去东部巡回讲课了，所以呢，我就也想要把它记录下来。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马宝宝买的，好像说是台中限定的生甜甜圈，他还买给公司员工哎，好好哦，太好了吧！我们来进来房间开箱，一进来左边就是一张大床。然后那边有沙发、电视。听说，我们现在这里有这个阳台，哇，哇，这阳台很棒哎，还好现在没有下雨。这间外面看起来有一点点旧，可是里面还蛮不错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里干湿分离的浴室厕所。嗨，这里是一个温泉会馆，所以呢，可以在这里泡温泉，超级棒！今天做得很好，耶！哦，他们还有一个 mini bar 跟饼干，超赞！而且它这里还有附一个这个喜马拉雅山的玫瑰宝石沐浴精盐，在这边，它这样子一罐是全新的哇！虽然说我平常不习惯泡那个饭店的这些浴缸。可是呢，既然这是一个温泉会馆，所以呢，晚上一定要来泡温泉。原本只是想要冲一冲，结果它放完之后，我也想要泡了。我现在看起来好疲倦哦，因为今天比较早一点点起来，其实也没有多早，但是就还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呢，我要不要先去泡温泉呢？现在要来打开这个玫瑰盐，我已经打开了。哇，这个如果一个人泡的话，可以泡超级久好奢侈啊！现在根本就还没有讲课结束，结果我最近在泡，丢进去之后它就融化了耶。好，各位，我要来泡澡了，好香好香！跟你们说，刚刚泡澡完之后呢，因为毛孔都被打开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妆好像有一点脱妆，所以我现在呢刚上完卸妆乳擦一擦，皮肤真的光是用卸妆乳用完，我皮肤就超级有光泽接下来呢，我要来洗脸。通常你看，你第一次用完那个卸妆乳的时候，因为手上都还油油的，所以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泡泡。所以我先把手洗干净，然后呢，下一次再用洗面乳的时候，也是要只用一点点，加一点点水，看泡泡就变超级多吧。
冲一冲。洗完了，脸超级干净。接下来呢，就要上保养品。这几样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一定会带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化妆水。你们看我这个额头，我还没有擦保养品哦，可是洗完脸之后，脸就这么的亮。通常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就是简单保养就好了。尤其是现在还不是晚上最后一次的保养，所以就只需要先用到这几款就好了。再到脖子来，毕竟有一点年纪了，接下来要防止长一些脖纹之类的。化妆水上完之后呢，我就会上我们这罐安瓶。这个安瓶也快用完了，差点挤不出来。安瓶的功用呢，就是让我们防止老化，然后可以修复皮肤。最后一样就是我们的乳液，这个乳液超级的水感，那它一下就滑下来，所以上去不会觉得很负担。因为我现在有点赶时间，所以呢，我没有到每一道全部都超级的吸收之后我才上。如果你在家里好好的保养的话，记得每一道步骤至少要让它好好的吸收。好，这一段时间等它干的时候，我先去换衣服，待会就要来吹一下头发跟上妆，然后我们就要准备去我们的活动现场了。我换好衣服了，所以我现在要赶快来上妆。第一个步骤是我们的防晒。现在开始天气变得比较热一点点，所以我用的呢是我们的清新防晒。你看它超级的好推开，很水润，然后一点点的白皙的感觉，不到非常白。你只要把它推匀之后呢，它就像一般的乳液一样，不会让你觉得你的皮肤很死白。然后它又是这种柑橘味，防晒系数又是非常的高，所以我自己个人很喜欢。而且它这一条是全家大小，从脸啊到你的全身都可以用的，又有珊瑚友善，所以现在夏天你会比较常去玩水、海边的那种活动的话，这一条也是可以下水的。好，等它吸收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就来夹一下离子夹。自从我前几天剪了这个头发之后，虽然说不是真的很必要一定要用到离子夹，可是就觉得它太蓬的话，就会有一点像蘑菇的感觉。虽然我也只是随便夹夹，但就是至少让它看起来可以比较顺一点点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我头发真的好像有点不太适合深色的。我现在上面的头发长出来就是还是比较偏深色，我喜欢我浅色一点的头发，就看起来比较亮。刘海我们待会再用好了。好，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天哪，我好像时间管理大师哦。下一个步骤就是要上我们的这个安瓶气垫。这安瓶气垫它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水润保湿的，给大家看一下。那我自己习惯不会上的很厚，然后这一款它也是比较属于轻薄的。上这种底妆的时候啊，大家都还是少量多上几次，不要一下子就压太多，不然它妆感真的会比较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害怕上台讲课的人？我当然也会，而且我不是那种很即兴的类型的人。有些人是他在舞台上就像他的主场一样那种感觉。我是需要就是做很多的努力，就其实我是一个需要前期需要很努力，就是我需要对我的东西很有把握，我才可以开始在台上就是比较悠游自在的感觉，那个时候才会开始讲出一些轻松的话。可是如果我对我的这个内容没有把握，或是我没有先模拟出来我在台上会长什么样子的话，我就会很紧张，
但通常我都会让我自己可以把握一下。我觉得这可能跟因为我从小学音乐嘛，所以我们就是会有很多上台表演考试的机会。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也是因为从小的一些训练，所以不是说对舞台完全不会害怕，可是就是可能比一般的人多了比较多这种经验，所以不至于到会非常非常非常紧张，可是还是会紧张。好，我的妆基本上就长这样，然后我们把刘海夹一夹。这样就好了，比刚刚看起来好多了。好，戴起来我要准备下去了。嗨，大家，我已经讲完课下来了，想要睡觉，累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吃晚餐，因为讲课前吃东西会消化不良，所以呢，我们想说待会再吃，还不确定待会要吃什么，因为宜兰这边附近的店很多都9点就关了，所以看看公司要叫什么再来吃。我的眼睛好痛哦。好，今天就先这样，待会晚上还有时间的时候再泡一次温泉，好享受。大家拜拜。大家早安，现在呢宜兰下大雨，然后我们要去吃早餐，看一下他们的早餐有什么东西。待会呢我们就要坐火车再去到花莲，给大家看一下下面景色。哇！昨天呢在这边泡了2次温泉，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超值了。你知道这里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吗？这边呢一个晚上要6000块左右，但其实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觉得我昨天难得睡觉睡得蛮好的，就是出来外面的时候，通常我都睡不太好，隔音那些也都蛮好的。好，现在我们一起去吃早餐。我来吃早餐。早餐很多耶，还有烫青菜。这是高丽菜。这边是素食区，这是意大利面。这个人吃的很健康。这边有 roast beef 哦，要一块牛排吗？早上居然有牛排，好扯哦！这里还有牛肉汤，这是综合起司、散寿司。这里的早餐很棒哎，我很喜欢。我们来吃早餐，还有面包区。You've been spinning my head around. I only want you, baby, that's the truth, 'cause I see more love when I'm with you. Time after time,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everything stops for a moment, but only for a moment. So I can take this time to enjoy my view. Yeah. 现在要来等我们的火车来，这个月台都没有人有啦，在那边。现在已经开始飘雨了，而且现在有一点点冷，但还是蛮舒服的。
我现在到了美伦饭店，这里很漂亮。这应该是明天吃早餐的地方。后面，哇，我看到了！等一下带大家出去，它那外面呢有一座小山，小山里面还有瀑布诶。我们明天或是待会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可能是要出去吃东西，但美伦饭店很棒，而且它那里还有卖花耶，好美哦，好美哦！哦，真的有卖花。现在来到将军府，这里很漂亮，很古色古香。很美，我很久没有来到这边，这里真的好漂亮哦！每一间店都像一个小小的小木屋，这里好像每个小木屋都是一间商店。然后我们今天呢要去吃咖喱小米，来花莲一定要吃他们的小米甜甜圈，超好吃。And I just need you to know I'm sending smoke signals, 'cause I've been feeling so alone, I'm losing hope. Can anybody see me? I've been on my own for so long that I'm scared that I might never find someone to take me home. So I'm sending smoke.牛肉咖喱换面包，这是佛手瓜、节瓜、玉米笋、打抛猪。你要给我看，你也要先吃一口，然后看里面。有点烫，有点烫。Can anybody see me? I've been on my own for so long that I'm scared that I might never find someone to take me home. So I'm sending smoke. I'm sending smoke. Can anybody see me? Can anybody see me? I'm sending When's it gonna be my turn? Will I ever find my place? Wishing you would call me yours, but I'm just another castaway. When's it gonna be my time? I can feel it coming close. 要不是没有时间，不然会很想要好好的逛逛。这就是我的小米圆圆圈，大家很赶着回去工作，都没有办法吃。嗨，大家，今天是第2间的开箱，左边这边就是一个小型的，不是小型，超大型的落尘区。这边呢是浴室，这里是马桶、洗澡地方，还有一个，耶，很干净。然后我们来这边，这间房间超级大，但是这里居然有一个婴儿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开心，今天的房间一样很漂亮又很大，很舒服。所以呢，我们待会呢就坐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景色。超级大耶，好漂亮哦！刚刚有一点微微在飘雨了，但是还好。现在呢，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然后一样，待会5点半的时候再去集合，耶！这里是台东的会场，现在已经有人来了吗？现在还不到4点呢，这么早就有人了。看一下他们在干嘛。把这些从高雄带上来。
哇！伙伴，我就去他们的店里，他是开这把祝福送给当地我们的伙伴，透过爱多美可以实现有目的的旅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然后让祝福带给更多需要的人。嗨，大家晚安！现在是晚上的12点多。我们今天晚上去吃一个居酒屋店，叫做老时光。东西出餐出的超级快，嘴巴都还没有停下来，它就已经下一道又上了，所以就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那现在呢，我已经准备要睡觉了。今天呢，真的是有点累。我这2天真的是蛮累的，不是觉得身体很累，就是刚好生理起来，所以就让我觉得很疲倦。看我的那个黑眼圈那些都跑出来了。然后现在赶快睡觉，因为我明天早上呢，我们要早点起来，有没有时间可以吃到早餐，看它的 view， 我不太确定。但如果天气好，有机会的话，我也会走出去看看。这一次呢，刚好住宜兰花莲台东很不错的饭店，顺便可以开箱给大家看。如果你们有想要来东部玩的话，也可以来参考。那我们就睡觉喽，大家晚安。嗨，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的8点15分，然后我正在化妆。看我的皮肤这边，我是还没有上防晒的，这边已经上完了，就被我皮肤亮到吓死我了。可能是最近超级认真的在保养皮肤，变得很亮。待会呢还有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左右可以吃早餐。可我今天超级累，而且其实我到了第2天的时候呢，我的舌头就已经开始在波动了。在一个这里，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我是一个睡觉时间比较减少的人的话，我就会很容易感觉到我的身体的免疫力下降。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然后今天台东结束之后呢，明天我们会过一晚，因为结束之后已经8点多9点多了，所以就不会赶着回台北，而且从台东要到台北的话，如果要坐火车的话，就是要从高雄然后再搭高铁上去，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就不会今天回去台北，就醒来之后明天才回去，所以再撑一下就好。而且我现在月经来，所以我整个人看起来也比较肿啊，还好是现在才来，我觉得已经算很好，因为我原本就是预期应该是第1天就会来，好辛苦哦。好，我现在要继续化妆，然后待会去看一下有什么早餐。我现在肚子就是又闷，但是肚子又饿，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去看看吧。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早餐。哦，炒青菜。鱼，米粉羹，小笼包跟奶黄包。我觉得菜色没有到非常的多，不过我们还是吃一点东西好了。今天第3天，台东，我们住在台东的希尔顿酒店，这里真的很高级耶，环境非常的好。到底我们自己平常什么时候会来住喜来登啊？看看我们的讲师在那边休息。嗨，嘿嘿。我们待会好像要去附近的贵族世家自拍，我只能说，当讲师跟着公司一起出来，真的不会有让你饿肚子的时候，公司真的都超级饱了，完全没有停下来，然后又住得很高级，
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努力的当讲师。这间贵族世家跟一般贵族世家看起来不太一样它看起来蛮高级的。哇，这里好美耶！贵族世家。哦，沙拉吧居然有披萨耶！这应该是汤，还有卤肉饭呢，咖喱饭，还有麻辣鸭血。哇，还有凉菜、水果。这它汤料超级多哇！ 항상 처음은 설레이지 널 보러 가는 길도 마치 꾸는 위지 너에게 하고 싶은 말을 생각하다가 나 이렇게 내가 바보라는 것을 알게 되었어 참 바보같이 머리부터 발끝까지 콩깍지가 쓰여낸 커피를 들고 햇볕 아래서 널 기다리다 내 마음이 녹은 것 같아 Let's go out in the sun 느낌이 왔어 이 리듬에 맡겨 발걸음을 맞춰 Fly with the wind 이 분위기를 타고 嗨，我们来开箱。我们今天住的台东的希尔顿酒店，这里是浴室，旁边是厕所，转过来就是一个洗手槽。 然后这里是他们的酒吧，就是吧台。我觉得他们这个吧台非常非常的好看，很复古，很好看。而且他们里面就是还有用这种线灯，很高级。旁边的这个衣柜也很大，有2个。 这里的电灯比较暗一点，里面呢就是我们的房间。虽然喜来登的这个整个房间的大小是住过这3间里面最小的，可是我觉得它是里面最温馨的，而且我觉得所有的灯光 摆设还有它的色彩，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看一下，可以把电灯开亮一点。对啊，很好看呢，非常好看。我觉得台湾的饭店贵有它的道理在，就是它的这些细节或是这些装潢之类的，都是真的很高等级，就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细节以及它的质感。 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休息时间。待会休息一下之后，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待会去其他楼层看看。嗨，大家，我现在刚洗完澡，现在是晚上的12点15分。我跟你们说，我真的觉得我现在的皮肤状态真的超级好它的这个亮啊，不是那种油油的，就是你这样子擦过去，你看。 它的那个亮度还在，就是它不是那种油。其实我跟你们说，我大概在上周的时候呢，我在那个脆上面看到有人分享说，他去药局买了2条药膏去擦他的皮肤，就是他皮肤状态超级好。然后就有很多人在下面问说，到底是哪2条药膏？那虽然说我本身的皮肤没有就是不差，可是我当然还是想要我的皮肤可以再更好啊。 结果我就也去买那2条药膏，可是那2条药膏其实好像是那种，就是你需要去给医师评断，然后医师要去开单还是什么，你才可以去药局买。基本上药局不应该去贩售这个东西，可是那时候就是一个热潮。那其中1条它主要就是杜鹃花酸，然后就是 A 酸，那它就是会让你的
皮肤的角质就是做到一个代谢，比较严重的话，它就会开始脱皮，然后甚至你可能会觉得刺痛。那我那时候买回来之后，我就是擦了大概1周，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皮肤没有变好，但皮肤也没有变坏。可是又在隔了1周之后呢，我的皮肤开始大脱皮，就是从我的下巴这边，然后因为我主要着重就是在我的粉刺，然后跟我的毛孔部分，其实我的毛孔没有很大，但是我有粉刺。然后那个分享的人就说，这个呢，针对鼻头粉刺呢也是有效果。然后所以我就想说来试试看。然后结果它开始大脱皮，下巴啊，然后还有我的这个脸颊这边，包含我的额头上面，然后跟这个眉毛这个地方，整个大脱皮。然后我在擦保养品的时候呢，它就超级的刺痛。但是因为我这个礼拜1、2、3，就是我要来东部研讨会，我就很怕，就是我的皮肤呢，就是像蛇一样，因为在礼拜4的时候，它的状态就还是很糟。那脱皮的时候呢，你又在上妆，就是又会更差，所以呢，我就停用2天3天，然后在那2天那3天呢，我就是多擦了好几倍的我们的6部曲的化妆水，然后跟这瓶小蓝瓶和乳液，就是能擦的我都擦了，然后我就是加强保湿。结果到了礼拜1的时候呢，几乎已经没有脱皮的状态，然后我的皮肤呢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它当然还是有瑕疵，例如这个是那个痘痘粉刺，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消，然后我还是有鼻头粉刺，我还是有我的这个泪沟，但是呢，它就是皮肤就是非常的有光泽感，而且现在呢完全没有任何的脱皮了。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一组6部曲它真的非常厉害，尤其是这个安瓶，它就是针对皮肤修复的速度它真的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的皮肤呢又比我那时候在想要用药膏之前还来得更好。就不知道大家追求的皮肤好的状态是怎样，是不能有痘痘，不能有斑，然后不能有粉刺之类的吗？但是我追求的皮肤状态就是当然也不要有那些痘痘嘛。那因为我现在可能年纪也过，也不太会长痘痘了。那鼻头粉刺这个部分呢，我目前还是无解，就是它可能真的需要去做到一些基本的一些清洁之后，也许它会变得更干净。但是呢，我希望我的皮肤状态是它看起来是有光泽的，然后是不会暗沉，没有暗淡的。那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它其实就是真的还蛮不错的。我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感觉好像上妆之后，反而让我的皮肤没有看起来这么的好。就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我素颜，然后加上一点点防晒之后的样子，因为皮肤真的超级亮。所以呢，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真的就是如果你已经跟我一样就是30+的话，甚至就是反正就是30+以上，你要选择一套保养品的话，我真的就非常推荐我们这套6部曲，而且它一瓶呢就平均也只要1100、1200而已，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对，然后这几天呢，虽然说我很想要就是花多一点时间去开箱给大家看我们的就是这几间饭店，因为毕竟这几间饭店它真的超级高级，可是我们就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就是好好的去逛这些饭店。可是呢，就是有来住过，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甚至有的一个晚上可能要5、6、7千块。就是非常的高级，我就觉得经营爱多美真的很好。然后在这几场东部的研讨会，虽然说参与的人平均的年龄都还是属于比较中上阶级的，就是比较少年轻人，可是我今天还是有看到几个年轻人，然后甚至带着他们的小朋友一起来，我就觉得哇好棒哦，就是他们非常的认真在听我上课，然后还会回答我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很棒，就觉得他们年纪一定也比我小，那我希望可以在这边至少让他们知道说有年轻人还是很有活力这样。那我觉得经营爱多美很好的地方是当然你不可能说你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学习，就只要学习然后不能赚钱，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对的。如果你花了很多时间在做学习，可是都没有有一个成效，那我觉得这样子也不是最正确的。因为你一旦开始学习之后，就会有所谓的什么冒牌者症候群，就会觉得你好像又有哪里不足，你好像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学习这个动作。可是我觉得因为爱多美的这些资源，学习的资源真的太多了，不管线上线下或是
你不要说爱多美，现在网络上有太多东西可以学习了，各种的 AI 技能。那些想要追求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人，有可能就会卡在说，我希望我可以再学更多，我想要再更精进，然后我再去传递这些资讯给其他人。可是这个其实是错的，就是当我们想要去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它不一定要这么的专业，除非你今天想要站在舞台上想要去跟人家分享，你当然要言之有物嘛。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消费者的话，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我的皮肤状态真的非常的好，那人家看到我这样状态，我就跟人家分享说我觉得这个小蓝瓶超级好用的话，那它不是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或是我们今天看了一个电影阳光合唱团，阳光女子合唱团，它非常的感人，不就这样子吗？难道你要跟他讲说里面的人他们是什么样子的背景，然后叭叭叭叭叭，等你全部讲完之后，人家可能也就没有兴趣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做分享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可大可小，可容易可复杂，都看你自己想要怎么去传达，以及你遇到的人是什么样子，它是非常非常有弹性的。那我觉得就是在经营爱多美，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只是在做一个你喜欢的事情，你喜欢的东西，你去分享给别人。当然，就是如果你是有很急迫赚钱的人的话，你也许会觉得在爱多美这个地方它是没有差价的，那你可能会没有动力。可是呢，做事业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觉得能够在一刚开始接触直销好了，这个组织行销这个事业，你第一个遇到的就是爱多美，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它完全不会伤害你的任何人脉，先不论说你到底有没有把它经营起来，可是光是你不会伤害到人脉这件事情，它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了。所以真的能够认识到爱多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然后如果你在做更多的学习，然后让你自己就是变得更好，你也想要像我一样就是可以去各个地方去做演讲。其实我今天就在想说，我刚刚就突然想到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帮助人的一件事，就是我可以在舞台上讲课，然后去分享我所知道的东西。如果今天有人真的就是听到了我分享的内容，然后让他多了一点观念，然后可以去传达给更多人的话，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就是在传福音、传福报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好像也是在做善事。我刚刚就是有一瞬间突然这样子觉得，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好有意义哦。虽然说就是在这个东部研讨会的过程，因为毕竟这边就是在东部嘛，花莲、台东，可能它本来就跟我们其他的城市比较属性比较不太一样，就例如说这边的人可能年纪真的都比较大，或者是说这边的市场还没有真的完全被开发出来，每个城市有属于它自己不同的特性。那我们身为讲师，我们也会希望可以就是说，就算我今天讲的内容很专业，但是我觉得跟我一样的讲师可能心里想的会是，除了我要把我自己内容讲好之外，我希望是他们能够吸收的东西，并且是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不是说我要把我的课讲得多难多专业，然后让他们都听不懂，然后可以显得自己很厉害。我觉得这个不是我成为讲师，我身为讲师的目标。有些人可能希望他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就是塑造起来他非常专业的样子，但是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是要懂得因材施教，这个也是我对于我自己就是在讲课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期许。然后甚至说你要自己能够有一点幽默感，讲话不要都一直到很专业。可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就是很搞笑或者是很有趣的人，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自己就是也还在学习。对，反正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发挥的。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喜欢被人家拘束，你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想要去把它呈现出来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工作就会很适合你。当然你前提是你自己要有一定的自律的能力。好，我觉得讲太多了，就是其实我原本只是想要单纯来拍我们来
参与这个东部研讨会的一个过程，然后但是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过程都很忙碌，我觉得我们公司的职员呢也都非常的辛苦，就是他们要自己独立搬很多的设备过来，加设备，然后还要收，然后还要面对很多会员的一些问题还是什么，但是他们都非常非常有耐心。我真的觉得我们公司的职员真的都是个性非常非常好的人，然后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反正我就是很喜欢在爱多美这个环境里面，然后以及认识其他的人。那有一些可能我对于研讨会的一些心得还是什么的，我都会放在我的粉专。我的粉专比较多是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所思所想，跟这个在影片上比较动态的感觉不太一样。毕竟打文字呢是要想过之后打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也有兴趣看一些我的一些心得还是什么的话，欢迎你们可以去我的粉专看看。对，那明天一早起来听说这边早餐很厉害，然后我就要回台北了。那今天呢，现在已经12点半了，我们就先在这边跟大家说晚安。我明天随意拍一下我们这边的早餐。好，大家晚安，拜拜。这里有咸豆浆，哈根达斯。这里的早餐很厉害耶！这几天最好的，去年有这个三明治，苏打牛肉意大利酱。新鲜的菜哦，居然还有鸡丝。Keeps giving, not demanding. Though I feel I have nothing to say for. This is a love that's different. Please help me understand how I could be deserved when I just don't measure up. Yo, please tell me how I can measure up. I'm having trouble with the past, feeling out of luck. With all this time that has passed, I need to reconstruct. You say your love is the answer, but I'm just a man. Can't tell the truth, always never help me understand why I find myself longing for approval. Trying to find the answers up on Google, looking for the meaning of renewal. You say your love is crucial, but I'm a fool, thinking I could do this on my own. Fighting every battle, thinking I was all alone. And it was you that always stayed by my side, even when I choose to believe my lies, Where is the rule book to help me figure out what I'm supposed to be doing now? Where is the rule book to help me figure out what I'm supposed to be doing now? See, I've been searching for black and white answers, as if there's some kind of rule book to love. The truth is, there is no rule 五 book. 彩缤纷的果 We 酱， try to draw straight 蓝莓 lines 酱、 around 苹 an 果酱、 infinite 初 truth 露 that 炼 is 乳、巧克 impossible 力 to be 跟蜂 confined. 蜜。 We live to perform and please and measure up to expectations set in our own minds. But true love doesn't fit inside our neatly drawn lines. He operates by irrational rules of grace and mercy. A love that is, put simply, divine.